你是不是也听过一句老话，叫做眉毛一长，寿命就长？你是不是也曾在每天早上洗脸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凑近一看，心里揪了一下，哎呀，我的眉毛里怎么突然冒出几根特别长，甚至有点发白的杂毛？这个时候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不是会忍不住拿起小镊子偷偷地把它们拔掉？又或者你会在心里暗暗安慰自己，这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长寿眉啊。可能会有人笑着恭喜你，哎呀，这叫眉毛长垂，高寿无疑。这是佛菩萨赐给你的长寿金牌，是福气，千万捡不得啊。就像今年53岁的杨大哥，他本来嫌眉毛太长，快遮住视线了，想去理发厅稍微修一下，结果理发厅的老板一看，连忙劝住他，说这是好事啊，别人想求都求不来。杨大哥一听，以为自己真的是长寿体质，立刻笑呵呵地打消了剪眉毛的念头。但是各位朋友，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为什么我们面对镜子里变长变白的眉毛，心里总是会有一种窃喜，又或是伴随着一丝对衰老的恐慌呢？眉毛变长真的代表我们能把寿命紧紧抓在手里吗？今天我们不只要解开身体机能的密码，更要透过这几根长长的眉毛来聊聊我们心里那份最难放下的执念。我们刚才提到，杨大哥因为理发厅老板的一句话，就把长眉毛当成了长寿的护身符。但其实在这看似吉利的说法背后，隐藏着一个医学上的小秘密。在现代科学的眼中，眉毛的长短主要是跟2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年龄，另一个是内分泌。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快，眉毛的生长周期大概是3到4个月，时间一到，它就自动掉落更新。所以年轻人的眉毛最多就是长到 0.4 到1公分左右，长不了太长。但是当我们步入50岁以后，身体的代谢节奏开始变慢了，毛囊的代谢周期拉长，眉毛脱落的次数变少，留在脸上的时间久了，自然就越长越长。再加上有些男性朋友体内的激素分泌产生变化，毛囊变得比较敏感，生长期变得更长，眉毛也就长得更茂盛了。所以说句可能会戳破大家美好幻想的老实话，眉毛变长，它不是菩萨发给你的长寿金牌，它只是我们身体机能正在慢慢降低，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变老的一个自然现象。既然这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为什么我们还会对它赋予这么多长寿有福气的期待呢？为什么我们看见长眉毛会开心，看见掉眉毛却会慌张？在佛教的经典《金刚经》里，有这么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聊聊什么是寿者相。什么是寿者相？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活得长久这件事有着深深的执着。我们害怕老去，恐惧死亡，总想抓住些什么来证明自己还能活很久。看见一根变长的眉毛，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想要留住它，催眠自己可以逃过岁月的法则。各位朋友，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一栋向天地借来的老房子，我们的心就是住在里面的主人。这栋房子住了几十年，屋顶上的瓦片，也就是我们的眉毛和头发，可能开始长青苔，可能变白，可能变长，甚至偶尔会掉落几片。这时候，如果我们不去修心，不去打理房子里面的平静，反而每天搬个梯子，对着屋顶上的几片瓦片斤斤计较，觉得只要这片瓦片够长，这栋房子就不会倒，这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呢？说到我们对这具皮囊的执着，当我们每天早上站在镜子前面，为了一根变白的眉毛感到焦虑，甚至不惜花大钱去纹眉、去医美，试图把青春紧紧抓在手里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听听佛陀时代
一位名叫叉摩王后的故事。叉摩王后是当时出了名的绝世美人，她的皮肤就像早晨的白莲花一样无瑕，她的眉毛就像远方的青山一样秀丽。因为拥有这份傲人的美貌，叉摩王后非常骄傲。她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镜子前面梳妆打扮，对自己的容貌有着极度深沉的执着。她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变老变丑。当时佛陀正在他们国家的竹林精舍里为大众说法，全国上下的人都去听佛陀讲经，唯独叉摩王后不肯去。为什么呢？因为她听说佛陀常常教导人们身体是无常的，美貌终究会衰败。叉摩王后心想，我这么美，我才不想去听那些扫兴的话，我才不要面对什么衰老和死亡。但是她的丈夫波斯匿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非常希望能帮助妻子打破这种对皮囊的迷恋。于是国王想了一个办法，他找来宫廷里的乐师，每天在王后耳边吟唱竹林精舍的美景，说那里的树林多么幽静，花朵多么芬芳。叉摩王后本来就喜欢美好的事物，听着听着心生向往，终于决定亲自去精舍看一看。当他踏入精舍的时候，佛陀远远的就看见了他，也立刻洞察了他内心那份对美貌的巨大执念。佛陀知道，对于一个极度自负于容貌的人，你用言语去说教是没有用的，必须让他亲眼看见真相。于是佛陀运用神通，在自己身边变化出一个比叉摩王后还要美丽10倍、100倍的年轻女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正在轻轻地为佛陀扇风。叉摩王后一走近，目光瞬间就被这个年轻女子吸引住了。她原本以为自己是天下最美的人，但在这个幻化出来的女子面前，她突然觉得自己黯淡无光。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女子，心里充满了惊叹和一丝丝的嫉妒。就在这个时候，佛陀开始让那个幻化出来的女子产生变化。叉摩王后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子原本如同水蜜桃般饱满的脸颊开始失去了光泽，原本乌黑亮丽的头发和眉毛竟然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一根一根的变成了灰白色。接着她的眼角爬满了深深的皱纹，挺拔的背脊开始佝偻，甚至连牙齿都开始脱落。那个原本倾国倾城的女子，就在叉摩王后的眼前，迅速地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老妇人。最后，老妇人体力不支，痛苦地倒在地上，发出微弱的呻吟，最终失去了呼吸，身体也开始变得朽坏。看到这一幕，叉摩王后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仿佛有一道惊雷在她的脑海中劈开。她呆呆地站在原地，冷汗直流。她突然明白了一个残酷却又无比真实的道理。原来，无论多么惊艳的美貌，无论你花多少心思去保养这对眉毛、这张脸孔，在时间的洪流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击。佛陀这才温和地对他说：“叉摩啊，你所看见的，就是这具肉身的最终归宿。世人愚痴，总是把这短暂的青春和美貌当成永恒，为了它患得患失，为了它生出无尽的烦恼。殊不知，这皮囊就像是画在水面上的图案，风一吹就散了。如果你把所有的心力都用来执着于这个注定会衰退的身体，当衰老真正来临的时候，你的心将会备受煎熬。”各位朋友，叉摩王后当下就觉悟了，她放下了对容貌的执着，不再做那个被镜子绑架的奴隶，最终证得了阿罗汉果，获得了内心真正的自由。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为了眼角的一条细纹，为了一根变长变白的眉毛而感到恐慌，是不是就像极了还没觉悟前的叉摩王后呢？我们总以为只要我把那根白眉毛拔掉，
只要我买最贵的保养品，我就能把青春留住。但这就像是用双手去捧水，你握得越紧，水流失得越快。容貌的改变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大自然最诚实的语言。它在告诉我们，不要把生命的重心全放在这具早晚会败坏的皮囊上。真正的美丽不是永远不老的容颜，而是一颗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依然能够坦然、慈悲，不为外境所动的清净心。当你能够笑着接纳自己变白的眉毛时，那份从容与淡定才是真正无人能夺走的绝世容颜。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不要去追求外在皮相的长生不老，而是要有一颗能够坦然面对无常，接受花开花落的平常心。因为真正的长寿不在于这具肉身能撑多少年，而在于你的心灵是否能在每一个当下都活得通透自在。说到长眉毛，相信很多对佛教有了解的朋友脑海中一定会浮现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那就是18罗汉里的长眉罗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宾头卢尊者。相传宾头卢尊者的眉毛长得非常长，甚至垂到了膝盖。为什么他的眉毛会这么长呢？在佛教的公案里，尊者因为在俗人面前展现神通，被佛陀严厉地呵斥。佛陀命令他必须留行住世，也就是不能进入涅槃，必须一直留在这个世间，为了给后世的众生留下一个种福田结善缘的机会。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尊者的眉毛越来越长。但是各位朋友，大家想一想，尊者留着这2道长长的白眉，难道是为了向世人炫耀，你看我活得比谁都久，我多有福气，多有面子吗？当然不是。长眉罗汉的眉毛不是他对寿命的执着，而是他无尽的慈悲。那是他为了度化众生，甘愿留在这个充满烦恼的娑婆世界所承担下来的愿力。他根本不在乎这具皮囊变得多老多皱，他在乎的是能不能多帮一个人点亮心里的那盏灯。但是我们再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我们面对眉毛的变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很多朋友，尤其是到了中年，早上起床洗脸刷牙，凑近镜子一看，突然发现眉毛长得参差不齐，或是长出了几根碍眼的白眉毛，心里那股无名火和焦虑感一下就上来了，拿起镊子唰的一声狠下心就把它拔掉。又或者觉得眉毛稀疏了下垂了，就急忙跑去纹眉洗眉补色，反复地折腾自己的脸。我们总以为拔掉那根白眉毛，我们就还是年轻的，画上完美的眉形，我们就能抵挡岁月的侵蚀。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从医学的角度来提醒大家，我们眉毛周围布满了非常丰富的血管和神经，你用镊子去硬拔，对这些神经会造成强烈的刺激与伤害。它不只会损伤毛囊，导致你以后的眉毛生长紊乱，更残酷的是，长期拔眉毛会让你眼睑周围的皮肤越来越松弛，反而让你看起来更加苍老。这是不是得不偿失呢？大家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画面，一边是我们站在镜子前面，为了那0点几公分的眉毛，眉头紧锁，拿着镊子焦虑地拔着，心里充满了对容貌老去、对失去青春的恐慌。另一边是坐在菩提树下的长眉罗汉，任凭长长的眉毛随风垂落，满脸的皱纹里却透着安然自在的微笑。尊者放下了皮囊，所以他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而我们紧紧抓着皮囊不放，反而被一根小小的眉毛剥夺了内心的平静。我们拔掉的真的只是那根不好看的眉毛吗？还是我们心里那份始终无法接纳自己正在老去的深深的不安全感呢？刚才我们聊了长眉毛的迷思，那么如果眉毛出现了其他的变化，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眉毛不仅仅是变长，
有时候还会突然变白，或者尾端开始慢慢掉落，甚至变得干枯，失去光泽。从现代医学和中医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身体在给我们发送求救信号。比如说，眉毛突然变白，可能是局部色素流失，甚至要留意是不是白斑症的前兆。如果眉毛外侧局部脱落，可能是甲状腺机能减退，导致全身代谢变慢，营养不良。如果是一夜之间突然掉了一大块，这通常叫做圆秃，也就是俗称的鬼剃头。这说明你最近压力真的太大了，免疫系统失调，连觉都没睡好。还有，如果眉毛变得干燥，容易断裂，中医认为这是肺气不足的表现，肺部在向你抗议了。甚至原本顺顺的眉毛，如果突然往上翘，别以为那是武侠小说里大侠的气势，在现实生活中，这很可能是膀胱炎在作怪。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心慌。哎呀，眉毛变个样子，怎么身体有这么多毛病啊？但是各位朋友，佛法教导我们观身无常，这个无常并不代表它一定是可怕的诅咒或是厄运。很多时候，这些身体的变化其实是菩萨温柔的低语，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发出的最善意的提醒。我们的身体往往比我们的心还要诚实。当你为了一家老小四处奔波，为了工作业绩熬夜应酬的时候，你的大脑可能会一直告诉自己，我没事，我还能撑，我不能倒下。但是你的身体知道你已经到达极限了，于是它没有办法说话，只好透过眉毛的干枯，透过掉落的毛发来轻轻拉一拉你的衣角，小声地对你说，亲爱的，你真的太累了，该停下脚步，好好照顾自己了。它在提醒我们要把向外追逐的眼光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眉毛变长、变稀疏，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更不愿意去思考生命的终点。在佛教的民间譬喻里，有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他把我们这种逃避衰老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传说有一个人平时生活过得浑浑噩噩，既不修心养性，也不行善积德，每天只是为了赚钱，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忙碌。有一天，他的寿命尽了，来到了地府，站在了阎罗王的面前。这个人一看自己竟然死了，心里非常不服气。他指着阎罗王大声抗议说，这太不公平了，你们怎么可以不声不响的就把我带走？我在阳间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我的生意还没收尾，我的小孙子才刚出生。你们如果要带我走，至少应该提前写封信通知我，让我有一点心理准备，让我可以提早放下工作，去庙里念念经，做点善事啊！你们这样突然袭击，我不甘心。阎罗王听了他的抱怨，并没有生气，只是平静地翻开了生死簿，看着这个人，缓缓地说，你说我不公平，你说我没有提前通知你，其实我早就给你寄过3封警告信了，是你自己完全没有当做一回事。这个人愣住了，满脸疑惑地说，不可能，我每天都亲自收信，从来没有收过署名阎罗王的信件。阎罗王叹了一口气，说，我的信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直接寄到你的身体上。你还记得几年前的某一天早上吗？你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原本乌黑的头发里夹杂了几根白发，你引以为傲的眉毛开始变长，甚至尾端变得灰白稀疏。那就是我寄给你的第1封信。我在信里提醒你，青春已经过去了，岁月开始在你的身体上留下痕迹，你要开始收摄心神，不要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外在的追逐上了。可是你是怎么做的？你非常生气地把白眉毛拔掉，跑去把头发染黑，然后继续去应酬，去熬夜，
假装自己还很年轻。你把我的第一封信直接撕毁了。这个人听了，顿时哑口无言，额头上冒出了冷汗。阎罗王接着说，后来你吃饭的时候，发现牙齿开始松动了，咬不动硬的东西了。你看报纸的时候，发现字体变得模糊，眼睛开始花了。这是我寄给你的第二封信。我在告诉你，你的感官正在退化，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你已经慢慢品尝不了了。你该把眼光转向内心，去寻求灵魂的寄托了。但是你呢？你只是抱怨医生医术不好，抱怨饭菜煮得太硬。你配了副老花眼镜，继续沉迷于世俗的算计中。你又把我的第二封信丢进了自纸篓。阎罗王看着他，语气变得更加深沉。到了最后这几年，你发现自己走路开始喘了，膝盖使不上力了，背也慢慢驼了，各种慢性病找上了门。这是我寄给你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语气已经很急迫了。我在大声地告诉你，这具肉身，这栋老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快要不能住了。你必须抓紧时间，放下那些带不走的执念，为你人生下一段旅程做好准备。然而，你只是到处寻找偏方，买了一堆昂贵的保健食品，心里想着怎么才能多活几年，好继续赚钱，却从来没有花1分钟去安抚自己那颗惶恐不安的心。你收到了我所有的信，却拒绝阅读信里的真相。现在，你怎么能怪我没有提前通知你呢？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神话传说，但它讲述的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写照吗？我们总是把身体的变化当成一种麻烦，当成一种需要去消灭的疾病。当我们看到眉毛变长、变白，当我们感受到体力下降，我们想到的都是如何去对抗它，去掩饰它。我们忘记了这些看似恼人的老化现象，其实是宇宙，是生命本身寄给我们的温柔家书。它不是要吓唬我们，而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人生的下半场该换一种活法了。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跟一根白眉毛较劲上。当你读懂了这些信件背后的含义，你就会明白，眉毛变长，身体变老，这不是失败，而是生命在呼唤你回归内心。这是在提醒你，是时候放下那些对名利、对容貌、对寿命的紧抓不放，去培养一颗清明、觉察，能够平静面对无常的心了。当你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去阅读身体给你的每一封信时，你就不会再有恐慌，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份从容走向生命深处的坦然。与其为了掉落的眉毛感到焦虑，不如好好审视一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不是水喝得太少了？是不是尿憋得太久了？是不是心里装了太多别人的期待，却忘了留一点空间给自己？试着用一颗慈悲的心去接纳这个正在经历生、老、病、死的肉身。当你学会听懂这些无常的善意提醒，你就会明白，每一次的生病或不舒服，都是一次让你重新整理生命、学习爱自己的最好契机。各位朋友，六祖慧能大师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学佛修心，不是要大家每天跑到深山里去打坐，也不是要我们完全不管身体的死活，恰恰相反，真正的修行就藏在你每一天的穿衣、吃饭、洗脸、照镜子里。在我们谈到具体该怎么做之前，关于如何把养生变成一场修心，佛陀曾经给过我们一个最直接、最震撼的开示。这个开示是关于一位名叫那居罗的长者。那居罗长者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在家居士。当年纪来到80多岁的时候，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原本浓密的眉毛也变得极度稀疏，脸上布满了老人斑。更让他痛苦的是，
他的身体像是一台生锈的机器，各种病痛不断折腾着他。他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必须依靠着拐杖，每走一步都要喘上好大一口气。有一天，那居罗长者拖着病痛的身体，千辛万苦地来到了佛陀的住所。他一见到佛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极度沮丧地对佛陀说：“世尊啊，我真的太痛苦了。您看看我现在样子，我老了，眉毛没了，牙齿掉了，我的身体就像是一辆破旧不堪的牛车，随时都会散架。我每天都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我连吃饭睡觉都觉得好累。世尊，请您教教我，我该怎么办？我该如何摆脱这种因为衰老和疾病带来的巨大痛苦？”佛陀慈悲地看着这位老人家，语气非常温和，但却充满了力量。佛陀对他说：“那居罗啊，你说得很对，你的身体确实已经老朽了，就像一颗熟透的果实，随时都会掉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虽然你的身体在受苦，但是你要让你的心不跟着受苦。身苦，心不苦。”这短短的5个字，就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那居罗长者的心。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法喜充满地顶礼佛陀。但他虽然高兴，心里却还是有些似懂非懂，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身体痛而心不痛呢？于是那居罗长者转而跑去请教佛陀座下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请他详细解释这5个字的含义。舍利弗尊者笑着让他坐下，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长者，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因为身体变老、眉毛变白而感到痛苦呢？长者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舍利弗尊者解释说，那是因为这世间没有听闻过佛法的凡夫，总是把这个身体当成是我的所有物。他们觉得这个长着浓密眉毛的脸蛋是我，这个强壮有力的手脚是我。所以当眉毛开始变白掉落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哎呀，我变丑了，我在失去魅力。当身体生病疼痛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很痛，我在受折磨，我快要死了。因为把身体和自我紧紧地绑在一起，所以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心里就会掀起狂风巨浪。身体病了一分，他的心里就会因为焦虑、恐惧、悲伤而产生10分甚至100分的痛苦。这就叫做身苦，心也跟着受苦。就好像一个人不小心被一支叫做疾病的毒箭射中了身体，他不但不拔剑，反而自己又拿了一支叫做焦虑的毒箭，狠狠地刺进了自己的心里。舍利弗尊者接着说，但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修行人，他会清楚地明白，这个身体它只是地、水、火、风4大元素的暂时聚合，它就像是一间我们暂时借住的旅馆。我们的心是这个旅馆的客人，旅馆住久了，屋顶漏水了，墙壁斑驳了，屋檐上的瓦片，也就是我们的眉毛掉落了。这是自然规律。一个明智的客人会尽力去修补旅馆，但如果真的修不好了，他也不会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觉得自己的生命跟着毁灭了。因为他知道旅馆是旅馆，我是我，旅馆坏了，客人随时可以潇洒地离开。所以当眉毛变长、身体生病的时候，有智慧的人会坦然接受，身体这个机制正在退化，它在痛，这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心却依然可以保持平静、安宁，不生起恐惧和烦恼。这就叫做身苦而心不苦，这才是治愈一切容貌焦虑与寿命执着的终极解药。既然我们明白了身苦心不苦的道理，也知道了眉毛的变化是身体的提醒，不该过度执着于外在的皮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今天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
把这3个微小行动加入你的生活里，不需要花大钱，也不用花很多时间。今天看完这支影片，你立刻就可以开始做。第一个小行动叫做舒眉顺气觉察法。每天早上洗脸或者照镜子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匆匆忙忙的，甚至一照镜子就在挑自己的毛病。哎呀，皱纹又多了一条，眉毛怎么又白了一根？从明天早上开始，我们换个方式，请你把双手洗干净，搓热，然后用你的食指和中指顺着你的眉毛，从眉头到眉尾，轻轻的、缓慢的抚摸过去，一边梳理，一边配合深呼吸。在你轻轻抚摸眉毛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谢谢你陪我走到今天。不要去评判它好不好看，长不长，就是单纯的感受指尖和皮肤的接触，把你心里纠结的结跟着眉毛一起顺着气慢慢梳开。这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放下我们对容貌的执念，找回内心的平静。第二个小行动是养肺即养心的饮食禅。我们前面提到，眉毛容易干枯脱落，往往是肺气不足的表现。中医也说肺主悲忧，很多时候我们肺部出问题，是因为心里压抑了太多的悲伤和闷气，所以我们要进行肺部的保健。大家可以多去空气好的大自然走走，做做有氧运动。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是银耳、百合、花生、白菜、萝卜、冬瓜、莲藕、山药等等。但是重点来了，吃的时候我们要带入禅的心境。当你喝下一口银耳百合汤的时候，请放下手边的琐事，不要一边滑手机一边喝，请你专心地感受食物的温度，慢慢咀嚼，在心里观想这些洁白纯净的食物正在一点一滴地滋养你的肺部，把你体内的浊气、怨气慢慢地代谢出去。这就是在用吃饭来修行养肺的同时，也在养我们的心。第3个小行动是睡前3分钟的放空皮囊观想。很多朋友晚上睡不好，或者容易做梦，都是因为白天把神经绷得太紧了。今天晚上，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请你闭上眼睛，把注意力先放在你的眉心。我们很多人就算睡着了，眉头还是皱着的。请你有意识地让你的眉心慢慢舒展开来，放松你的眉毛，放松你的眼皮。接着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天已经过去了，无论是好是坏，我都尽力了。现在我要把这件叫做身体的衣服暂时脱下来，挂在床边，观想你全身的毛孔都在放松，把一天的烦恼、对明天的担忧以及对寿命的执着全部卸下。你不再是哪个公司的老板，不再是谁的父母，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平静的生命，带着这份轻松安然入睡。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聊了眉毛，聊了身体的信号，也聊了无常。其实归根结底，我们聊的都是我们这颗常常感到不安的心。走到人生的中年、晚年，我们总会面临身体的种种变化，眉毛变长了，白发变多了，体力大不如前了。这时候请不要害怕，更不要急着去掩饰、去焦虑。你要知道，眉毛的长短、黑白，不过是岁月在我们这件借来的皮囊上留下的自然风景。那些变白的眉毛不是衰老的诅咒，而是你为这个家、为生活努力拼搏过所换来的勋章。那些悄悄掉落的毛发更不是生命的倒数，而是身体写给你的一封封情书。它在温柔地提醒着你，亲爱的，你大半辈子都在为别人撑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该把时间还给自己，好好疼惜自己了。真正的长寿与福报从来都不是向外强求来的，更不是靠几根长眉毛就能决定的。真正的福报是你终于学会了接纳，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接纳生命自然流逝的规律。我们不需要去讨好岁月，也不需要去对抗衰老，因为每一个当下，无论你长什么样子，都是你生命中最成熟、最充满慈悲的时刻。当你放下了对寿命和皮囊的执着，你就会发现，内心的那份平静与自在，才是任何人、任何岁月都夺不走的无价之宝。佛家常说，万法唯心造，心念的磁场是会互相共振的。在今天这支影片的尾声，我想邀请荧幕前与我有缘的你，跟我一起做一件温暖的小事。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为自己、为家人，或者为所有看到这支影片的陌生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一段祈福的话语。你可以写下愿我接纳岁月，身心自在。你也可以简单的写下4个字，平安喜乐。让我们把这几万、几十万个善念汇聚起来，在留言区形成一个充满慈悲与正能量的防护网。你要相信，当你给予别人祝福的时候，这份温暖的磁场最终一定会加倍的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感谢你今天拨出宝贵的时间，陪我一起静下心来，照看自己的身体与灵魂。愿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带着这份觉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